南极洲这片神秘的土地，在地球上被称为白色大陆，被冰雪覆盖的95%的土地，给予了它无与伦比的纯净与寂静。然而，人类探索南极的历史却充满了奇迹、悲剧和英勇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，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，我是摩西。地球在浩瀚宇宙中如同一颗璀璨的蓝宝石，地球的北极以绚烂的极光和可爱的北极熊而闻名，而在这个星球的另一端，南极大陆是企鹅们的天堂，也是人类最后探索到的荒凉之地。这里的寒冷极端令人难以想象。罗斯冰架作为南极的一大自然奇观，是对地球极端环境的一次壮丽展示。这片浩瀚的冰架覆盖了约50万平方公里，其规模之大堪比法国全境。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浮冰架之一，也是南极大陆上最引人注目的地理标志之一。罗斯冰架的存在对地球的气候和海洋系统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它几乎以垂直的巨大冰壁面向海洋，这些冰壁的长度超过600公里，形成了一道壮观的自然屏障。冰架下隐藏着复杂的海洋生态系统，是科学家们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所。此外，罗斯冰架还因2018年 NASA 科学家发现的一座巨型冰山而更加闻名。这座被称为桌子冰山的冰山从冰架上脱落，其规整的平顶形状和巨大的体积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。南设得兰群岛位于南极大陆的边缘，是一片由火山活动塑造的奇异世界。这些群岛不仅在地理上独特，更在其自然景观上呈现出与南极寒冷荒凉大相径庭的一面。火山喷发不仅形成了群岛的主要地形，还奇迹般的在这片极端寒冷的土地上孕育出了温泉。这些温泉成为了地球上最偏远、最独特的自然温泉，吸引着勇敢的探险家和科学家前来体验和研究。第一个计划探险南极洲的人是英国的罗伯特·斯科特，他是英国皇家海军军官。1899年的一天，他偶然遇到了皇家地理学会的主席克莱门茨·马卡姆爵士，由此得知了计划中的南极探险。他很渴望参加，并最终领导了这次探险，而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到达过南极点呢。1910年，斯科特从英国出发，奔向南极。他这次的目标是要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，并且希望从南极带回蛇羊齿的化石。蛇羊齿的叶子看起来像羊舌头的形状，故此得名。它早已灭绝，曾经生存于古生代二叠纪，大约3亿年前至2亿5千万年前的冈瓦纳古大陆。在南极大陆上发现蛇羊齿植物化石的重要意义在于，其分布地点遍及南美洲、非洲、马达加斯加岛、印度、澳大利亚及南极大陆。将这些分散的陆块结合起来，可以证明这些陆块在2亿5千万年前曾是连在一起的，构成了古大陆冈瓦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陆块逐渐漂移，经过数亿年后才移动到了今天的位置。斯科特发现这次探险，他有一个竞争者，就是挪威探险家罗尔德·阿蒙森。阿蒙森是一名水手，曾经担任大副。从1903年开始，他就不断进行极地训练，曾经在酷寒的阿拉斯加反复训练，有着丰富的极地经验。阿蒙森作风务实严谨，在1911年赶到了南极，建立了大本营。依靠极为丰富的经验，他使用了大批适应高寒的狗，以狗拉雪橇作为运输工具。他们的衣服完全是学习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，非常保暖而且轻便。与之相对的是，斯科特决定在南极采用西伯利亚小马作为主要的运输方式，但斯科特本人对这种小马并不了解。表面上小马要比狗强壮很多，但是它们行进的速度比狗拉雪橇要慢得多。
这主要因为南极的积雪太厚，而狗的体重较轻，能够在雪地上快速地奔跑。小马体重大，马腿经常要陷进雪里，不但速度慢，还容易导致腿部折断受伤。根据斯科特的队员分析，狗每天可以比小马多走2小时的路程。斯科特的这次探险之旅一开始就伴随着很多意外的困难，导致了向南极点进军的日程延误。在从新西兰去往南极洲的途中，斯科特探险队所乘坐的新大陆号被浮冰困了20天，比其他的船只受困的时间都要长很多。而在卸货的时候，一台拖拉机还掉进了海里。斯科特最终在罗斯岛建立了营地，而阿蒙森的探险队则在他们营地以东320公里的京湾扎下了营地。斯科特并没有因为阿蒙森的出现而修改他的探险计划，在日记中他写道：那条合适且明智的路线正等着我们。由于准备充分，阿蒙森的探险队于1911年10月19日出发，他们一共3人，乘坐4只狗拉雪橇，带着52只狗，奔向了1300公里外的南极点。而直到同年的11月1日，斯科特才率领的由小马组成的探险队从营地出发。在1912年1月4日时，探险队抵达了南纬87度34分。在这里，斯科特宣布了最终冲击南极点的5名人员，包括罗伯特·斯科特上尉、亨利·鲍尔斯中尉、爱德华·威尔森博士、艾德加·埃文斯海军军士和劳伦斯·奥茨陆军上尉。其他3人向北返回营地。5人小队于1912年1月17日到达南极，然而他们却发现阿蒙森比他们早到了1个月的时间已经到达了。在阿蒙森到达极点以后，给斯科特留了一封信，委托他将信带回去，以证明自己首先到达。虽然自己失败了，但传承英国绅士的风度，他仍然将委托信带走，作为万一阿蒙森遇难后的先到极点证明。1月19日，斯科特他们开始返回大本营，同样他们也需要再次走完1300公里的路程。开始还算顺利，到2月7日完成了500公里距离。由于小马都损失殆尽，队员只好自己背负行李前进。虽然负重量很大，但顽强的毅力让他们坚持走了32公里。在3月19日赶到了距离补给点仅有18公里的地方。此时暴风雪却来了，帐篷外气温陡然降到-60多度，没有任何人能在这种天气前进。他们只能就地扎营，等待暴风雪结束。在随后的9天内，暴风雪越来越强，人根本不能行走，而本来就奇缺的补给完全耗尽了。在3月29日，斯科特写下了最后一句话：最后，愿上帝保佑我的伙伴。后来，救援队发现了他们的遗体和他们许诺带回去的10多公斤蛇羊齿化石标本，另外还有阿蒙森的信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承诺。而斯科特在他的信中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：我们很清楚自己冒了险，天不随人意，因而没什么可抱怨的，只能背负着天意努力到最后。如果我们能幸存，我将向诗人讲述我的同伴是多么坚毅、进取、勇敢，以激励每一个英国人。我们的遗骸和这些便条必将讲述这些故事。我们富强的祖国一定会证明，我们对得起那些支持着我们的人的信心。虽然斯科特失败了，世界包括对手阿蒙森对他很尊敬的。事后，阿蒙森不认为自己是运气好才首先到达极点的。他总结道：最重要的因素是探险的准备如何，你必须要预见可能出现的困难，遇到了该如何处理或者如何避免。成功等待那些井井有条的人，人们称之为好运气。对于那些不能预见困难并及时做出应对的人来说，失败是必然的，人们称之为坏运气。其实，探险期间，阿蒙森团队也多次遇险，由于准备充分和技术高明，多次化险为夷。为了纪念阿蒙森和斯科特的探索，1957年，
美国将在南极点设立的科学考察站，命名为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 （Amundsen Scott South Pole Station）。科考站位于南极高原上，海拔2835米。它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极地项目部门管理。而中国南极长城站是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于1985年在南极建立的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察站，位于南极洲西南乔治王岛南部。最后，摩西想以歌德的一句名言作为结束：你若失去了财产，你只失去了一点；你若失去了荣誉，你就会丢掉了许多；你若失掉了勇敢，你就会把一切失去。